Let's talk about 它的后车尾灯，这个贯穿式 LED 车尾灯也是讨论度最高的。它就是一个 LED， 可是是这样一条穿过它的 logo， 再到这边。这个车尾灯让这辆车子看起来很扁啊，所以有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它，怎么这车这样奇怪了？因为你很少在路上会看到这样子的车，通常用贯穿式都是有一定的尺寸，比较宽比较大，可是这个就给我一种不上又不下的感觉。你问我它好看吗？它肯定是好看的。你问我它吸睛吗？它肯定是吸睛的。你问我它夺目吗？它肯定是夺目的。可是我会觉得这个车尾灯有一点太过 aggressive 了啦。So 刚才我们在一路上驾的时候，我追着它的屁股，我好像远远我好像看到凯宴酷杯，好像看到马看这样子，尤其是它的这个颜色啊。这个东西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所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喜欢这个车尾灯吗？第一代 Honda HR-V 在2015年登场，是马来西亚 B segment SUV 的开荒牛。HR-V 让那些觉得 CR-V 太大、Yes 不够高的消费者找到了一个平衡点。2019年 Honda Malaysia 推出了 HR-V Facelift 改款版，成为 Honda Malaysia 第2畅销的车款，也是马来西亚最畅销的非国产品牌 B segment SUV， 有多达 71% 的市场占有率。继泰国和印尼市场后，马来西亚终于迎来了东盟的第2代 Honda HR-V。注意啊，这不是改款版，也不是升级版，而是一个改头换面的 All New HR-V。跟第一代 HR-V 放在一起的话，第2代看起来更加高大，更加威猛，线条更加明显，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是一辆 HR-V 啊。我叫它 GR-V、JR-V 你也信。车尾就更加过分了啊，一种一不做二不休的概念，狠狠的一笔划过，仿佛要斩断跟上一代 HR-V 的连结，把那2滴流下来的眼泪擦干，戴上 Cyclops 的眼镜继续前进。Premium Sport Design 车头设计， RS 版专属的 Diamond Grille 钻石型前格栅， LED 头灯， LED 日间行车灯，内建 Auto High Beam 自动调节远光灯，还有 LED 雾灯，下面有 M Up Your Life 的点缀。车长以 Man Maximum Machine Minimum 为设计理念，跟第一代 HR-V 相比的话，第一代看起来会比较复杂，尤其是中间的触控式 Aircon 面板，而第2代也跟上了 City 和 Civic 的脚步，采用3个独立的旋钮。Honda Malaysia 这一次为我们准备了3个颜色的 HR-V， 分别是 Premium Sunlight White Pearl。 这个颜色虽然有 White 跟 Pearl， 可是你怎样看它都更像是一个 Silver Color。而招牌菜就是这个 Ignite Red Metallic， 因为它有一个 Black Roof， 就是 Two Tone 的设计。但是我们再仔细去看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边呢，好像是用 sticker 这样子的东西。第3个颜色就是 Meteoroid Grey Metallic， 也就是一个灰色，但是又有一点黑色，又不会太黑，也不会太灰。但是我相信 Honda Malaysia 应该不会只提供这3个颜色给你，因为我们在泰国的网站上面看到，它还有一个纯白，还有一个纯黑色。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在网络上看过 HR-V 的照片、影片等等，所以首先我要来给大家知道的就是它的 material 质感是如何。先从 dashboard 开始，软的 hard plastic， 硬的 hard plastic。 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很软的东西，可是摸起来是硬的啊，这样子其实是很好的啦，因为有时候东西太软是不好的，有时候要硬一点才比较 solid。OK， 再来下面有一条银色的这个边，还有 hard plastic 啊，下面这边就看起来比较 cheap 了，所以这个东西就跟其他的日系品牌一样，尽可能把 cheap plastic、hard plastic 放在 not visible 你看不到的地方，然后这边就给你钢琴烤漆 piano black 就尽量放在很显眼的地方，在 piano 这边，还有在你的这个调整车门还有车窗这些地方，还有方向盘上面就给你很多的 piano black 要點啊，贏咯。然后椅子有红色缝线，有皮革包裹等等，所以整体上我觉得这个 New HR-V 比上一代的 HR-V 进步了非常多，跟 City Hatchback 还有 Civic same recipe， 就是用这种 material 去提升它的 ADASness。还有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个3个旋钮，
sama punya barang，从 City 到 Civic 到 Accord， 我相信新的 CRV 也是会用啊那款的名家 ，which is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So 我现在 start engine， 因为我好像在 Goksona 这样了。OK， 我现在是在 Krabi 啦 ，OK，So aircon 小一点。OK， 当你在调整你的 aircon 温度的时候它会随着你的 aircon 冷跟热去显示颜色。你往冷调它就会变蓝色，你往热调它就会变红色。然后这物件电视机，哈哈，我以为只有 T 牌才会有电视机，没有想到阿邦阿弟大家都是用电视机啦。But 瑕不掩瑜，至少里面有 Android Auto， 有 Apple CarPlay， 而且这个 HRV RS 是有8个 speaker 的 ，bass 还不错啦，听起来。这辆车子是泰国最 high spec 的，所以它有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器，还有 Drive Mode、Hill Descent Control、Electronic Parking Brake、Brake Hold。然后它的仪表板是电子的，就跟我之前在驾这个 CD Hatchback Hybrid 的是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个半实体半电子的一个仪表板。然后泰国的有天窗，后面有天窗 ，but I don't think Malaysia spec 会有 sunroof 啦。考量到 budget， 考量到整个市场需求啦。还有的就是现在新的 Honda 呢，它用的这个Aircon 的这个旋钮也是非常的有质感，就是你可以选择 Aircon 要集中吹还是分散吹。你真的要挑缺点的话，就是这些物件还有它的整个格局不够外啊。你感觉 Civic 的那个就很好，哇，整个看起来很大气，这个就有一点小气。因为你回到头，它毕竟还是属于一个 B segment SUV 小型的 SUV。再来，我们推车的话，这个 HRV 只有 reverse camera， 虽然有 multi angle， 可是它没有360 360度全景摄像镜头，这个东西就比较疏写一点点。然后还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哦，车在走。OK， 还有它没有 USB Type C 咯，就这样子罢了咯。所以我相信，因为其实这个 spec 跟 Malaysia spec 差不多了的，因为泰国跟 Malaysia 的 quality 是接近的，所以我讲的东西就是可能 Malaysia 人用到的东西啦。HRV 最大的卖点就是在这个非常宽敞、空间非常灵活的后排空间。现在这个是 Thailand version 的，所以呢，泰国就为他们的消费者提供了这个可以拆起来的后排天窗。它是 fixed 啦，打不开，不过你可以打开这个遮阳帘。OK， 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人会比较立体，光线采光比较好。所以 HRV 最大的卖点不是在它的头部空间，也不是腿部空间，而是它的这个 Magic Seat。你只要把椅子推上来，按下去，它就可以，OK， 它就可以固定着它。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花盆，放一些 IKEA 的东西，直直的，可以放椅子什么。所以因为你这样子的入口是你的步都给不到你的，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个也是可以，你只要把它推上来，再往下推就可以了。只是你要注意因为它这边有一个通风口，就跟 CD Hatchback Hybrid 一样的，他们必须要透过这边来冷却这个下面的电池组，因为电动马达不是电动马达前面电池组是放在这个地方的 ，OK。所以当你把它放下来过后，你要拉这个，它下来了过后，然后你再勾这个 ，OK， 它就可以 flat， 真的是平了的，OK。So 这个也是一样，可是接下来我就在车子底部了，被压扁了，所以我们把它放回去。OK， 这个也是一样。哇，你看几灵活。OK，So 它腿部空间的话 ，OK， 只是它的，因为我相信是为了要达到 Magic Seat 所以你看在这边还有2粒拳头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会 cover 不完啦。但是你要讲 leg room、knee room 是很够的，头部空间就真的是还好罢了。我相信，因为这个是天窗嘛，所以它做低了，变成而且车顶又设计到很低，所以头部空间是我身高是178，刚刚好低空飞过，不是特别理想啦。不过你要好看又要大，这个东西你要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所以设备方面，它有一个 armrest， 然后冷气出风口比较特别的是，它可以吹左边、吹右边，然后调整风扇大小，不过就不可以调整温度。然后 USB 接口有给你2个，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个的地方可以给你拿来放这个 size 的饮料。Malaysia有没有卖这个 size OK， 不懂有没有？刚刚好放进去 ，OK， 碎。而且我自己喜欢它的是呢，它的这个地板隆起来的地方不高也很 common 啦，因为 front wheel drive 的车嘛，它不是 rear wheel drive， 然后这个地方也不用做到这么高，又大又宽又实用又灵活，win 了咯。
行李箱空间方面呢，其实这个新的 HR-V 它的空间是比旧的 HR-V 还要来的小的无论是这个 Hybrid 还是 Non-Hybrid 的行李箱空间都不够之前来的大，但我觉得已经够大了啦。因为当你在讲行李箱空间的时候呢，你要连买这两个椅子的60、40倾倒放下去一起算，而且你打开下面的话，地板是还有一点点的储物格，所以这么多年来 HR-V 可能在一些地方差强人意。不过当我们讲到 Boot Space， 讲到 Honda 就是大就是方便就赢了咯。我现在来 test 看一下它有没有 Hands-Free Power Tailgate。有哦 ，OK，so 之前的好像是没有啦。所以除了 Hands-Free 之外，你可以 Hold to Set High， 你也可以按 button 关闭，然后你脚伸过去的话，2、3、4、5、6 ，OK， 自动吸附很好 ，OK。我现在试驾的这个 Honda HR-V e:HEV 呢，它是泰国市场唯一的 Powertrain。就说泰国的 e:HEV 有3个 spec， 不过都是用这个动力装置的。那以马来西亚的话，据我所知，马来西亚即将会有 1.5 NA、1.5 Hybrid， 还有 1.5 Turbo。So 这个 e:HEV 也将会是 Malaysia 的 Top Spec。那我现在在泰国驾的这个 HR-V 呢，它跟 Malaysia 版本的 HR-V 应该不会差到太远。除了一些东西，我觉得会跟 Malaysia 不同的是，像你现在看到上面有 sunroof， 然后它的 rear seat 上面也有一个 sunroof。那我觉得 Malaysia 不会有 sunroof 啦。那还有一个地方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是呢，它用的是 Bridgestone 的 Alenza HL33 轮胎，HL 是 Highway Luxury 啦。那据我所知 ，Honda Malaysia 可能不会用 Bridgestone 的胎压啦，因为Malaysia 的 Bridgestone 应该是没有 Alenza HL33 这个型号的轮胎，我们只有 S00E 的 Alenza。那如果你熟悉 Bridgestone 的话 ，Potenza 是他们的 High Performance 胎压 ，Duranza 是 Comfort 胎压 ，Alenza 就是专门为 SUV 定制的轮胎。那我 check 了泰国的新闻，为什么泰国 market 会用这个 Bridgestone Alenza HL33？因为这个轮胎它能够降低它的 rolling resistance， 因为这种 hybrid 车有时候他们的滚动阻力不能太高，会影响他们的油耗数据等等，还有他们的这个 emission 排放等等。因为泰国这边还是有看这个 emissions 的啦，马来西亚是没有，马来西亚是看 CC 罢了。虽然我是第一次开这个新的 HR-V 但是因为它的车身轴距是2610mm之前我驾的 City Hatchback 是2600。所以基本上它的轴距只是比 City Hatchback 长了一点点。那如果我们说上一代的话呢 ，Honda Jazz 跟 Honda HR-V 的轴距是差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呢，这个 HR-V 跟 City Hatchback 最大的不同就是离地间隙更高，车身比 City Hatchback 长，而且也比上一代的 HR-V 长。所以在轴距差不多的情况下呢，它是一个更加魁梧的车子。我刚才驾了一段过后，我发现到它的gravity 它的 center of gravity 是比较低了的。所以变成你在 high speed corner 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比之前的那个 HR-V 还要来的 stable 一点啦。所以你过弯的时候，它的 body roll 不会这么明显。那我们讲回动力数据的话呢，它的这个 1.5 liter Atkinson Cycle 的自然进气引擎可以给它106个 PS 和127 Nm。So hybrid 的这个 electric model 可以给它131个 PS 和253个 Nm 的扭力。那253个 Nm 就是 Honda Malaysia 之前一直在 promote 说，哇，可以割掉 2.5 NA 的 Camry可以给它有很强劲的这个 instant torque 等等。但问题就是因为这辆车子这个 e:HEV 版本 HR-V 它的车重是1407公斤，比 City Hatchback 重了150公斤以上，所以它是一个更加重，但是动力数据并没有显著提升的一辆车。而且我现在载着我载这两个成人，所以这辆车子在刚才上坡路段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听到这个 1.5 liter 的 Atkinson Cycle 引擎在 screaming。只是说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好像我们现在 City Cruising 在 City Drive， 它是很安静的，因为当你每一次松油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就会进入这个纯电动模式。所以很多人近几年来大家都会很 confusing 说hybrid， 然后 EV 要不要充电，要不要 plug in 的。UK 的说法就比较容易明白，这个叫 self charging 的 hybrid 车子就是自己充电的。
所以我相信很多马来西亚人都会非常介意说 hybrid 这个东西，因为 Honda 马来西亚就是要 promote hybrid 嘛，那他就把 high spec 的东西就留给 hybrid， 所以变成很多人讲说我不要 hybrid， 但是我又要 high spec， 所以我就拿 hybrid。那我自己觉得，其实这个新的 eHEV iMMD 呢，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了的技术啊，因为 Honda 马来西亚最早是先推出这个 IMA， 就是 Civic Hybrid 和 CRG 用的那个 IMA。那之后呢，他们再进化成这个 IDCD， 就是我之前试驾的上一代的 HR-V Hybrid， 还有 CDE 跟 Jazz Hybrid。但是那个 IDCD 呢，它还是一个以引擎为主，电动马达作为辅助。可是来到这个 eHEV iMMD 呢，引擎就反而变成一个次要的角色了。所以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呢，基本上它都是依靠它的电池。所以好像我们在市区行驶、低速行驶，在找 car park 的时候，它就是一辆 100% 的 pure EV， 直到你的电池不够电，引擎才会拿来充电。当你去到很快，可能是过了120，可能是过了140过后，这个电动马达才会 cut off， 睡着交给引擎去 handle 那些 high speed 的东西。所以一般上 hybrid 车子的 top speed 不会去到很高。如果我们整个马达搬掉的话，它也是只有106 PS 和127 Nm，就是一般的 B segment 车子这样罢了，它不是这么有力，可以给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一直有源源不绝的动力。我觉得它比较偏适合在日常使用。如果你讲 highway 的话，可能还是最原始那种 NA 引擎会给到你源源不绝的动力啦。不过我们知道科技就是一直要进步，一直要improve 的嘛。虽然不是100% 的纯电动车啊，但是 HR-V eHEV 也提供了 B mode， 也就是 Brake mode。它能够加大能量回收，作用跟 downshift 有点像，在你下坡的时候效果特别明显。所以一般上 Hybrid 和 EV 都会用 B mode 来取代传统的 L mode， 也就是 Low mode。那方向盘上面的那个拨片也不再是 Pedal Shifter， 而是 Deceleration Pedal 能量回收拨杆。所以我现在就来整理一下我不喜欢这辆车子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个很高亢、有一点尖的引擎声浪。OK， 我们回到normal mode， 因为它的声音大过它的实际速度啊，就是你会觉得哇，我很快了，我很快了。可是你看，其实你没有到这样快啦。那第二个，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它的地方，我想一下。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SUV， 可是毕竟它还是会，你多多少少你一直会觉得它就是一个 Jack 高版本的那种 Jack 高版本的 City Hatchback 这样子的东西，它不是一个 Full SUV 啦。当然，我们对 B segment SUV 不可以有太过苛刻的要求啦。但如果我们讲它的 competitor 的话，以我过去开过的啦，就是 B segment SUV，从这个 Mazda CX-3， 再到其实我不想讲 Corolla Cross 啦，因为 Corolla Cross 跟 Mazda CX-30 他们是一个他们是一个 based on C segment platform 来做的一个 SUV。讲到竞争对手的话，在这边就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Corolla Cross 是基于 C segment 的 Corolla 打造的 SUV， 轴距是2640mm， 跟基于 Mazda 3打造的 CX-30 属于同一个级别，就是 B 级以上 ，C 级未满。那为了跟 Cross 和 CX-30 较量 ，Honda 在中国推出了基于第11代 Civic 平台的 Honda ZR-V， 轴距2655mm。所以讲了这么多废话，只是要告诉你 HR-V 的主要对手其实是 Toyota CHR， 但是因为马来西亚已经停售了 CHR， 所以 HR-V 的对手只能是 Cross 和 X50。但这个其实也是废话，因为这些只是汽车媒体的一种职业病 ，actually 没有人去 care 它到底是什么 segment。大家看到 HR-V 一定会把它拿来跟 Proton X70 做一个比较，因为价钱才是 segment。之前的那个 HR-V 你会觉得它的 steering 很松啊，好像不是很准这样子。可是这个 steering feel 就有一点 Continental Car 的那一种 steering feel 啦，就跟 Civic 有点像这样子。Sorry， oh damn， the road。
们现在在攀牙府，就是Phuket 跟 Krabi 中间的这个府啦。So 这个攀了过后就到 Krabi， 因为 Phuket 是一个府，攀是一个府 ，Krabi 是一个府，3个不同的 state 啦。马来西亚叫 state 啦，这边叫府啦。那我觉得这一段路跟我们的 KKB 到 Fraser Hill 的路很像。驾 SUV 走这样子路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你的车身是相对来的高的，高过 CD Hatchback 啦，所以变成你能够看得更加的远，你能够更早的去预测前面发生什么东西。但因为你高有高的好，高的不好就是当你在摆的时候，它的 body roll 是很难去消除的啦，因为你就原理上它就是这么魁梧的一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是很追求这个高速过弯，你肯定还是选择这种比较低的车子会比较好啦。那 SUV 就是要综合到你看路几烂 ，OK， 它要去吸震 ，OK， 它要去对抗这些坑坑洞洞这些路况不是很好的道路，觉得进不了很多啦。如果你要拿上一代的 HRV 来跟它 compare 的话，我觉得是2个不同的 HRV 他们的共同点只是他们都叫 HRV， 可是已经是不同的 product 了从 interior， 从它的 exterior， 然后从它的 handling feel， 从它的 engine output 等等，都是不同的东西其实是一辆很 smooth 的车啦，只是我希望过后回到马来西亚有机会试驾到1.5 turbo 的，那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感觉。现在我就有一个乘客的角度来分享一下这个全新 HRV 的乘坐感。首先，你的水瓶可以放在门边，也可以放在 armrest， 那手机可以放在椅背的 pocket， 放在门边也不会掉出来。一开始乘坐的时候我的感觉还好，但是当我坐了一段时间过后，我就会发现到你的头部空间有一点压迫感，因为车窗的面积也比较小，所以走高速公路的时候倒还好。但是来到弯曲的小路真的不是太舒服，毕竟还是采用 torsion beam 扭力梁悬挂的 SUV， 而不是像 Civic 和 CRV 这样子采用 multi-link 多连杆的后悬挂系统。那如果你要跟 CRV 相比的话， CRV 车子重很多，而且离地间隙是 198mm， HRV 的车身离地间隙只有 188mm。非常感谢 Honda 马来西亚邀请我们来到泰国的普吉岛 Phuket， 再从 Phuket 驾到 Krabi， 从 Krabi 驾回 Phuket， 差不多有300公里左右吧。所以在这个跟 HRV 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有几个优点是上一代的 HRV 没有的，就是它的转向力度是刚刚好的，就是 steering 转起来更加的准，更加的 stiff， 尤其是在高速的时候，它的 steering 不会这么浮，它比较定。而且这个新的 HRV 它的整个 center of gravity 重心是下到更低，变成你在高速过弯的时候，你会觉得车子比较贴地，你会比较有信心。但因为它的轴距是2610mm， 就是跟 CD Hatchback 差不多，但是比较重、比较高。可是 Honda 特别把车顶做低，所以其实它的那个 dynamic 没有这么差的，就它的 SUV 感没有这么重 ，which is a good thing 啦。对一个 B segment SUV 来讲。那我自己比较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里面的那个 screen 它不是 floating screen， 它还是用电视机。再来，它也是 Honda Lane Watch 而没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还有，我觉得它的车尾造型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啦。所以另外这个车子还有几个地方是 OK 的，像是它有 Honda Sensing 主动安全辅助系统，然后有 Magic Seat 非常灵活的空间。今时今日，其实你要找到一辆很差的 Honda 车是找不到的啦，因为他们无论是在安全、动力、空间等等，都是一个很好的 package。Overall 对我来讲是10分，可以给它7.9分。So 如果喜欢影片，不要忘记分享、按赞、订阅，也欢迎 follow Instagram， 还有 like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试驾到马来西亚版本的 Honda HRV 1.5 NA 和1.5 Turbo， 那个有177 PS 的 HRV Turbo。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所以跟以前的 IMMA 或者 IDCD 不同的是 Just now you said IMMA. I think you meant IMA. IMA 啦，IMA is the boxing thing 啦。
IMA right? Okay. IMMA 不啦。再到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eHEV IDCDI. This is what I what This is not ADC. This is eHEV IMMD. Okay. So confusing. Okay, again. Semtech 3, 2, 1, action. 一个 subcompact 小型的 SUV. I haven't got this shot.